欢迎来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。今晚我们要讲一个最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的故事，一个关于老狐狸一夜翻盘、全城屏息的历史瞬间。如果你曾经觉得年纪大了只能养生打太极，那你可能没见过装病装到全天下都信的司马懿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养生局，是暗藏杀机的大棋局。主角躺床上，别人都以为他命不久矣，实际他就这么躺着，就把一个家族给安排明白了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点赞、订阅、操作起来，留言区签到，写下坐标和此刻时间，寻找和你一起同行的伙伴。现在请把灯调暗，不要贪凉，设置好空调温度，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。只要你稍微关心点三国历史，就一定听过高平陵之变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他的真正主角其实不是曹爽，也不是那个被架空的小皇帝曹芳，而是那个装了几年病突然翻身的老男人司马懿。别看他那会儿头发白了，腿脚慢了，外头传他老糊涂了，走路都需要人搀，但其实他脑子比谁都清醒，手上那盘大棋早就下了一半。时间拉回到公元249年，司马懿已经70多岁了，在当时算是高龄元老，而且他最近几年一直表现得风中残烛，连见个人都要靠儿子扶着走。消息一传出，朝野上下都松了口气，尤其是曹爽那一伙，心说这老头终于要咽气了。曹爽是谁？那可是魏国实际掌权的人物之一，和司马懿同为托孤重臣。结果皇帝还没懂事，他就先抢了实权，连兄弟朋友都带着一起上位，把朝堂当自己地盘。这几年里，曹爽不是没防过司马懿，他调走了司马懿的亲信，把军权一部分一部分从他手里剥掉，甚至找理由挤兑他、边缘他。但司马懿始终没反击，反而摆出一副我服老了，我不争了的样子。他越是装得像，曹爽就越放松警惕。要知道，人在得意的时候最容易露破绽，而司马懿就等着他松那口气。宫里人也觉得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连小皇帝都慢慢学着依赖曹爽，几乎什么事儿都听他安排。你说说，这不是明着架空皇权吗？但曹爽仗着和皇帝有亲戚关系，脸上那股傲气简直快飘出朝堂了。他还特意修桥铺路，摆好大阵仗，搞政治改革，其实就是把一大批自己人塞进重要岗位，把自己打造成实权天子的样子。整个朝堂除了一个快死的司马懿，好像再没人能牵制他。这时候司马懿在干嘛呢？躲在府里继续装病。有时候他故意在床上胡言乱语，演绎出老年痴呆；有时候他故意不见官员，让人以为他已经不管事。但他儿子司马师知道，这都是演戏，演给所有人看的。家里门口每天都有探子盯着，司马家里的一举一动都被曹爽那边记在小本子上，哪怕一口汤里多放点盐，都可能被当成要谋反的暗示。于是司马懿继续装，他装得太成功了，以至于曹爽那头已经开始动起彻底拿下司马家的心思了。但他不着急动手，想等个更稳的机会。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，因为公元249年正月，皇帝要去高平陵祭祖。按规矩，这是个王室的大典，所有重要官员都得跟着护驾。曹爽身为辅政大臣，自然要带兵出城护送皇帝。这一走就是3万人马跟着离了洛阳。司马懿就在等这一天，他等的不是曹爽不在，而是等他一脚踩空，后悔莫及。那天天气寒冷，
洛阳城一片安静。司马懿早已在城中布下暗旗，不声不响地开始调兵。城门口的守卫被换成他的人，通往外地的驿站被封锁，连报信的信使都被秘密控制。没有喊杀，没有骚动，整个洛阳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只有少数几条街道在夜里忽然多了几队不属于曹爽的兵马。这些人不是普通士兵，是死士。什么叫死士？死士指的是为王侯贵族或特定组织效命的不畏死亡的勇士，他们通常被派执行危险的突击、暗杀或抵死保护等特殊任务，很少有生还的机会。司马懿动用的这3000人，是他暗中训练多年，只为一战而准备的精锐。这些人分成几队，一队去守宫门，一队控驿站，一队锁城门，还有一队直接去了曹爽老巢，把他家人全控制住。天一亮，司马懿亲自换上官服，走出门。他不再咳嗽，不再喘，也不需要儿子搀扶。这个时候的他气场全开，一副我就是天命的样子。他带着诏书，命令全城配合，以皇帝名义发布命令，要求所有士兵听从司马懿调遣，谁敢不从，就是抗旨。这还没完，他立刻派人去高平陵，把曹爽堵在半路，不是堵他回城，是堵他的思想。这时候的曹爽还不知道洛阳已变天。当他看到信使带来的皇命时，才意识到那位病重多年的老人根本没病，而是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他想回去，但洛阳的门已经不属于他。他想反击，但身边的兵不敢听他命令了。他想逃，但整个高平陵外围都是司马懿布下的眼线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司马懿不是病了，而是忍够了。而这场看似毫无杀气的兵变，才刚刚开始。曹爽坐在马车里，拿着那道皇命，额头开始冒汗。他不是没读过兵书，也不是不懂局势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防了这么久，最后竟然被一个病号一击致命。洛阳那边现在什么样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已经回不去了。他带走的是3万人，可现在一半是仪仗兵，一半是跟着热闹的随从，真要动起手来，还不一定有司马懿那3000死士有效。他想了很多办法，比如临时掉头回城，硬闯洛阳城门。可他刚让人去探，探子带回消息，城门已经封死，控制在太傅手里。所有士兵奉命只听太傅令，不听任何人调遣。再比如，他也想过趁着皇帝还在自己手边，索性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但问题是，他根本不敢做这么大的动作。这个皇命太巧了，用的是皇帝的印，皇帝的笔记，甚至皇帝的进士也说，这的确是陛下意思。一旦他反抗，那可就是谋反了。而且，他还有个致命的心结，他始终不觉得司马懿会真的下狠手。他自认为自己没有真反，而且自己是皇帝的亲戚，跟司马懿同为托孤重臣，应该还有周旋余地。但他没明白，司马懿根本不想周旋，老狐狸这一出就是奔着一锤定音去的。另一边，洛阳城里早已是一场无声的风暴，街上看不出异样，商贩还在开门，小贩还在卖早点，文官还在按时上朝，仿佛天下太平。但宫里气氛不一样，司马懿已经在朝堂上代行皇命，坐在正中位置。太傅复出，3军皆惊。他没对外宣称兵变，也没说清君侧，而是打了一个极巧的旗号：曹爽等人欲挟皇帝，图谋不轨，今代天子整肃内廷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明白，
这不是请你下台，是直接给你安了帽子。但这顶帽子你还真摘不掉。曹爽在高平陵彻底慌了，他连夜召集亲信商量。有人说，我们还有兵力，不如强行回城。也有人劝，城已封，回去必死。最关键的是，没人再像以前那样坚定地站在他这边了。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次司马懿是玩真的，是动了真怒。过去那些政治斗争还可以留点面子，现在这个局根本没台阶下。曹爽开始试图谈判，他给司马懿写信，意思很明确，我们愿意交出兵权，只求保全性命。这是他最后的筹码，放弃实权，只求活命。但司马懿没立刻回信，反而让他多等了几小时。在这几小时里，洛阳所有兵力调配完毕，曹氏家族的所有人已经被请到指定位置，被温柔地软禁起来。等回信来时，只有8个字：交出兵权，归案听审。说是听审，其实已经是判死刑前的流程了。曹爽犹豫了，毕竟他还幻想着自己是托孤重臣，幻想着朝廷留情，幻想着再怎么说我也没谋反。但现实太冷了。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身边的亲信、家将、士兵已经开始陆续主动离开了。有人打着家里有事借口溜了，有人装病请辞，还有人干脆投靠太傅，站到了司马懿那边。就在这局势快要彻底崩溃之时，贾充站出来了。这位曾经的曹爽心腹，如今的关键人物，站在高平陵外对曹爽说：大势已去，太傅承天命行事，顺者生，逆者亡。若还恋战，不过是白白送命。这话像一把刀，插在曹爽心口。他知道，贾充的话不是劝降，而是最后通牒。于是他交权了，他选择了归案听审。他相信司马懿不会赶尽杀绝，他以为自己还能保住命，哪怕是削职为民，远离权场。他甚至还幻想，过几年说不定还能有机会东山再起。但他真是低估了司马懿的杀伐果断。这边刚一交权，司马懿立刻下令，曹爽、曹熙、曹训3兄弟即刻入狱。洛阳城内外开始清算曹家亲属，连带官员、家仆、姻亲、属下全部被调查。没几天后，一道罪状清单就列了出来，密密麻麻几10条，从擅改官职到架空圣命，连办婚宴排场太大都成了罪名。你没看错，曹爽被清算的理由里，居然还有修桥不合制式、宗庙贡品数目超限这种级别的鸡毛蒜皮，但这些全都算违制，一旦冠以不臣之举，就是谋逆苗头。司马懿要的不是理由，而是借口。他不需要别人相信这些罪名成立，他只需要大家看见谁犯我司马家，结局就这么利落。很快，3兄弟被判处死刑，连同妻儿、亲族、仆役、门客，总共300余人，一夜之间被处死。整个曹家如同从地图上被抹掉，从曾经万人朝拜、呼风唤雨的大族，变成只在案卷中留名的蚁猪逆臣。从司马懿出关到曹家覆灭，前后不超过10天。这10天里，没打仗，没喊杀，没流血，连百姓都没觉出什么异常，只觉得街上兵多了点，官员换了几个。可等他们回过神来，朝廷里说话的人已经全是司马懿那边的人了。这一场没有刀光剑影却胜过千军万马的战斗，才刚刚写下了第1章。这一夜，洛阳城风平浪静，街头的灯笼照常摇曳，坊市照常关门，大多数百姓在炕上裹紧了被子。
压根儿没意识到，刚刚过去的几个时辰，权力的中枢已完成了一次彻头彻尾的更替。曹家三兄弟被秘密押赴刑场，执行的悄无声息，连地面上的血都没染红半片。只有城外那座皇陵附近的几匹金马，似乎嗅到了不安的气息，踢踏了一夜。有人说，司马懿赢得漂亮，因为他全程没有报，但真正高明的地方是他让所有人都主动配合。从曹爽的亲信到百官，从洛阳守将到地方官府，几乎无人反抗，没人质疑。这不是因为他做得对，而是因为他做得太像皇命。他只做了一件事，站在天子背后，然后把所有人拉到自己面前。司马懿这一手，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埋下。当初曹睿病重，决定托孤于司马懿与曹爽，表面是双托，实际却是互相牵制。谁也没料到，司马懿的牵制方式是消失，从一开始就隐退，从朝堂上抽身，把舞台让给曹爽。他让出权力，但没让出眼线；让出位子，但没让出布局。他用几年时间观察曹爽的得意，观察他的人情，他的弱点，他对局势的错判。他知道曹爽不是蠢，而是太急太浅，看不懂深水区有鲨鱼。曹爽最致命的地方在于他不懂退，他太想做曹操第二，但又没有那个能力。他一味追求巩固势力，凡事都往自己手上揽，不放手，不松口，不留情，连皇帝都被他当成一个讲台词的吉祥物。正是他这种紧抓不放的性格，反而给了司马懿机会。因为只有当你看起来什么都抓住时，才最容易被一把夺空。而司马懿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他太了解朝廷上的人情世故了，他知道朝堂上的那些文武百官不是看谁忠诚，而是看谁能保命给前途。所以他出手的那天，不是召集旧部，而是直接命令百官，并承诺只亲曹氏，不动旁人。这8个字就像一颗定心丸，让整座城都选择服从。他们不是站在正义那边，而是站在稳定那边。这也是曹爽最不理解的地方。他以为手握兵权就能号令天下，却没意识到这些人心里更在意的是风往哪边吹。你兵权再大，也大不过诏书；你地位再高，也压不住一个活着的司马懿。他不是输在手上没兵，而是输在别人已经不怕你。而当一个权臣不可怕了，那他离失败就不远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最尴尬的就是皇帝曹芳。年仅10岁出头的他，从头到尾几乎没插得上一句话。他被带去高平陵，被保护在曹爽身边。等再回宫，发现司马懿已坐在朝堂中央。他一度想开口求情，但面对司马懿那张不动声色的脸，他没敢说。有人记载，他在那晚偷偷哭过，但没人知道他哭的是舅舅的死，还是自己的无能。司马懿对他很温和，依旧让他做皇帝，依旧让他每天上朝，依旧保持皇权的表面体面。但实际上，整个魏国的实权已经彻底归于司马家。这种安排比篡位更高明，不需要背负弑君的名声，又能名正言顺地执掌朝政。皇帝还在，但已经变成一块被摆上的玉牌，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。而司马懿更像一个手牌人，他每天照常批奏、上朝、处理政务，极少亲自出门，也不大开杀戒。他要的不是曹爽的命，而是曹家这股势力的彻底清除。他处理得极干净，除了直接涉案的人，连一丝风声都没留下。
这种做法看似老辣，实则恐怖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哪天会盯上你，也不知道你哪句话会让你不曹爽后尘。有人在街头传言说，司马懿其实早就准备好这场兵变了，只是一直在等机会。也有人说，他是因为看不惯曹爽作妖才出此下策。但更冷静的人知道，这不是情绪，是战略。司马懿太老了，老到不再图复仇这种快感，他只图稳。他知道，想要让司马家真正立足，就必须把敌人彻底清掉，不留下复仇的种子。而这场无声的清洗，正是他送给自己家族的稳固之礼。这场政变的消息传到地方州郡时，很多人都感到震惊，因为他们太久没听到司马懿的名字了。在他们印象中，这位太傅已经退居二线多年，不问政事，卧病在床，是个即将谢幕的老政治家。但突然之间，这个名字重新回到权力顶端，而且一出手就翻掉了当朝最有权势的一大家族，整件事干净利索，没有反弹。地方官员们立刻开始表忠心，纷纷上表请太傅稳定局势，清理朝纲，护佑国本。有些聪明人甚至主动开始调查自己辖区内与曹氏有瓜葛的人，搞得一时间风声鹤唳。但司马懿没有下达扩张清算的命令，反而很快收手，只说祸乱已平，朝廷当复常。这是他的高明之处，一旦目标达成，就立刻停止，不搞余震。因为他知道，想真正坐稳，不是靠恐吓，而是靠大家安心。他给所有人一个信号：我不是乱臣，我只是想让国家恢复秩序，你们继续做你们的官，我不会多管，但从现在起要听我的话。这种软而稳的方式比直接流血更可怕，因为它让人以为自己还能掌控命运，实际上已经彻底被他掌控了。这一局他赢得彻底，但真正的布局才刚刚开始。高平陵之变之后，整个魏国看似平静，其实人人心里都开始打起小算盘。有人忙着和司马家拉关系，有人趁机清除政敌，还有人躲在家里闭门不出，生怕一个不小心成为下一个曹爽。但此时的司马懿却并没有进一步动作，他不声不响地让权于朝，继续坐在太傅的位置，日常该干嘛干嘛，甚至很少公开露面，就像一个完成任务后再次退休的老臣。但这正是他最厉害的地方，他不贪功，不邀功，不扩权，不炫耀，他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又成了那个深居简出的老爹。可从这一刻开始，所有人都明白，魏国真正说了算的人，不是皇帝，也不是三公九卿，而是司马家。这份威望不是他自己喊出来的，而是靠一场不流血的兵变，活生生吓出来的。可司马懿并不满足于震慑，他要的是未来。他知道自己已经年纪大了，真正的江山不是靠自己一个人能撑下去的。要想让司马家的基业延续，必须安排好接班人。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早就被他按在身边磨练多年，但在外界眼中，他们还只是二代太傅家的公子哥。司马懿要做的是在不引起皇帝和朝臣反感的前提下，把两个儿子一步步推上台面。他开始布局。首先，他把司马师安排进中书，让他参与朝政，处理军务，慢慢接手手头的大事。不同于那些喜欢张扬的权臣，司马师行事极其低调，办事认真，极少出风头。朝臣们最开始对他还有点警惕，但时间一长，发现这小子不抢功，不插嘴，还挺讲规矩，于是逐渐放下戒心。同时，司马懿也有意让司马昭去地方任职，
磨练治理能力。他知道，如果两个儿子都留在朝中，不仅容易招人妒，还会显得野心太大。一个在中书，一个在地方，一文一武，一明一暗，这样不起才够稳。而他自己则继续装病装老，偶尔出现在朝堂上讲两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生常谈，完全一副我早就没野心了的样子。可是司马家的低调并不代表其他人就真能安枕无忧。有些官员看出苗头不对，悄悄联络皇帝曹芳，希望能通过皇帝的圣意重新平衡权力结构。但曹芳自己也慌，他年纪轻，胆子小，虽有些不满，却从来不敢说出口，更别提他现在身边的进士、顾问，十有八九是司马家安排的人。你想让他说什么？怎么说？说完了第二天是不是就没命了？而且曹芳的心态也变了，他曾经幻想能像汉武帝一样励精图治，清正有为，但现实摆在面前，他连早朝都不一定能做主，何况是改革。他能做的只有沉默、隐忍，甚至刻意讨好太傅父子，以求换取一点点象征性的皇权。这个状态在宫中掀起一阵装睡风，太监装傻，妃子装哑，连一些忠臣都学会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生怕被当成旧曹派清理掉。不过也有少数人不信邪，像李丰、张吉、夏侯玄这些旧曹系或世家出身的士族子弟，看不惯司马家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夺权，决定暗中联合，筹谋一次反击。他们不是想造反，而是打算规劝皇帝亲政，重新启用一些非司马系官员，试图慢慢削弱太傅的影响。计划本来有点希望，毕竟他们有身份、有门第、有人脉，还有一部分年轻官员支持。但很可惜，他们低估了司马家的情报网，也高估了皇帝的骨气。这场所谓的复权计划还没起步，就被人举报给司马懿。最讽刺的是，举报的人不是司马家旧部，而是计划内部的一位成员。他害怕失败，于是选择提前自保。这事一曝光，司马懿没多说话，只是淡淡一句：先请他们来喝杯茶。然后李丰被斩，张吉入狱，夏侯玄被罢官，整个所谓的复权联盟在一天之内灰飞烟灭。而皇帝曹芳在这件事上不但没有为他们说情，反而第一时间表示遗憾，态度极其配合。他是真的怕了，也是真的彻底放弃了。这个时候的司马懿，权力之稳已经无可动摇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把两个儿子成功摆在了舞台中央，让所有人都习惯了司马家说话。他没有篡位，没有杀皇帝，也没有逼宫，却用一种最平静的方式，把曹魏的实权彻底变成了司马氏的试用田。这才是老狐狸真正的本事，他永远不给你抓住把柄，却让你无路可退。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，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，也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他耐得住。他可以装病装3年，隐忍10年，不动声色地等你自废武功，然后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出手致命。他不靠爆发力，而靠持续性，一点点把你拖入他设好的节奏，然后收网。而这张网一旦合拢，你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。曹爽如此，李丰如此，皇帝亦如此。这一年，洛阳城下着一场没完没了的细雪，街边卖栗子的老人戴着破帽子瑟瑟发抖，宫墙之内却风平浪静。没人提起高平陵，没人在议论曹爽，仿佛那个曾经权倾朝野的家族从没存在过。司马懿坐在府中，看着雪落在庭前的梅树上，不言不语。身后站着的是已经被朝臣默认为下一代核心的司马师。
风雪夜父子俩只说了一句话：这江山不是靠兵抢的，是靠人给的。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给。虽然表面风平浪静，可一些世家大族、旧曹系，甚至宫里的老太监，依然在暗地里盘算。他们虽然怕司马家，但也不愿彻底被踩在脚下。皇帝曹芳就是这些人最后的希望。他们不指望曹芳能反攻夺权，只希望他在必要时候制衡一下司马氏。但他们低估了曹芳的软弱，也高估了皇帝的分量。曹芳是个聪明孩子，只是心气太弱。他很早就发现自己这个皇帝当得像个木偶。前朝有太傅，后宫有太妃，内廷有宦官，处处都被牵着走。他曾试图挣脱，年轻气盛时也拍过桌子，但每次都被一纸太傅有诏或一句先皇托孤压下去。时间久了，他学会了顺从，学会了沉默，也学会了表面硬核。可他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放下，他也想做说了算的人。而他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。那年正月初，司马懿忽然重病不起，传言气息微弱，将不久于人世。这一消息让整个朝廷都紧张了，文武百官纷纷观望，有人甚至当场请命：太傅若不行，恐社稷不安，请陛下亲政。这句话让曹芳心里一动，他知道如果司马懿真不在了，那就是他唯一能夺回主动的时机。但他没急着动手，他知道自己羽翼未丰，想动还得等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。于是他开始小心经营，暗中联络旧臣，打起整理朝纲的旗号，打算在司马懿100日之后慢慢夺回权力。可惜他又一次被老狐狸骗了，因为司马懿根本没病。这场重病风波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他让太医写假诊断，让府里挂起白纱，甚至假装几天不吃不喝，演得比真的还真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皇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，他要趁这个机会试试谁敢动，谁是藏在暗处的老鼠。几天后，病重的司马懿突然奇迹康复，亲自坐着车到了朝堂，一身长服，不带刀剑，脸上却写着：我可把你们一个个都看穿了。所有暗中串联的官员那天都不敢抬头，皇帝也只能装傻陪笑。这一回他又输了，更惨的是，这次输了连藏心思的余地都没有。司马懿没说太多话，只留下一句：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亦非一族之私产，愿陛下以国为重。这句话乍一听像是在劝忠，但其实是把话说死。你想当真正的皇帝，不行，你现在的皇位是我给的，我说你是皇帝，你才是。你要自己跳出来，那咱们就另算。这场诈病不仅让司马懿识破了暗线，也再次向朝野宣示：我还活着，我还在掌控，你们别妄想搞事。这么一来，哪怕他真的哪天突然归天，大家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留下一堆后手。然而有一个人没完全死心，他就是夏侯玄。当年他是曹爽集团里最年轻也最有风骨的一位，因与名士交往广泛，才华出众，被誉为朝中俊才。高平陵之后，他沉寂多年，但这几年隐隐又开始活跃。他在私下集结了一批读书人，清流派、门阀子弟，表面上只是谈诗论文，实则是在探讨如何恢复政治清明。夏侯玄的想法很简单，不是造反，不是篡位，而是建立一个不依赖权臣、不依赖外戚的真正的儒家治国体系。听起来很理想，但在那个时候，这种理想主义等于站着等死。
他不是不清楚司马懿的手段，只是他更不愿意就这样看着朝廷变成一家独大的样子。可惜司马家的人早就盯上了他，特别是司马师对这个名声太响、背景太硬的前朝遗少早已设防。这次不等他结党营私，先下手为强。一道弹劾状由匿名人士呈上，列出夏侯玄多项言论不当、妄议朝政、暗结门生等罪名。随后司马师当即下令收押审问。夏侯玄没有反抗，他知道一旦被盯上，结果已经注定。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：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这样的朝廷。不久之后，他被秘密处决，尸体埋在荒地，没有石碑，没有悼词。那群跟他谈诗论文的朋友，从此再没人敢在夜里举杯。而这一切，曹芳全知道。他想出声，但最终还是低下头。他不再试图反抗，不再提亲政，他学会了闭嘴，学会了装糊涂，学会了怎么活着。而司马懿坐在深宅大院里，端着热茶，听着外面雪落的声音，他知道这局棋快要收官了。雪停的那天，洛阳宫门重新挂上了红灯笼，一切照旧。市井小贩开始吆喝，朝堂之上照样行礼如仪。可大多数人都看得出来，过去那个有点想法的皇帝彻底安静了。朝廷像一座大船，掌舵人已经不在船头，而是坐在船舱里默默控制着方向盘。他不吆喝，不发令，甚至很少出现，但谁都知道，他想让船往哪儿开，他就绝不会偏半分。而此时的司马懿也确实到了功成身退的阶段。他在高平陵之变4年后，病情开始转重，身体每况愈下。不同于之前的诈病，这一次是真的老了。他开始慢慢把政务交给司马师，朝堂上也几乎不再亲自露面。很多官员私下以为是不是天下又有变数，但很快他们就看清楚了，不是变数，是过渡。司马懿没有留下空白期，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安排好了一切。司马师成了事实上的摄政中枢，处理军政、文职、财政都得他拍板，而皇帝依旧在位，照样发圣旨，只不过那些圣旨都是由司马家先过一遍。就连皇帝吃什么、去哪儿、见什么人，也都得和太傅府打声招呼。皇权的空壳化在这1年里完成。曹芳被彻底供起来，像个摆设。他虽然每天按时上朝听政批奏，可真正执行的命令几乎没有一个出自他本意。他不是没想过反击，但司马懿临终那天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头：陛下年幼，当以忠臣。这忠臣3个字已经从一种美德变成一种封锁。司马懿临终前叫来2个儿子，在病榻前说了很多话，没有鼓励，没有煽情，只有布置。他说，朝中哪些人能用，哪些人要防，地方哪些州郡可能乱，哪些家族别轻动。他甚至安排了自己死后水煮丧礼，都一一交代清楚。他不需要他们悲痛，他需要他们明白，这场权力游戏才刚刚过半。他还特别叮嘱了一句：不要急。这句话司马师记了一辈子。司马家赢得太多太快，稍有一步错就会重蹈曹爽覆辙。他们不能急着取代皇帝，不能急着立碑称帝，也不能急着除掉所有对手。真正的赢家要像父亲一样，慢慢来，一点点拔掉对方的底气，让整个国家习惯听你的。几天后，司马懿去世，享年73岁，葬礼规格极高，
朝廷上下哀悼3日，百官脱冠素服，士族弟子自发守灵。可更重要的是，所有人都开始真正面对一个现实，从这一刻起，司马家才算真正接手了天下。葬礼当天，司马师以丧子之礼陪祭，表现得克制而哀痛。他知道自己从此再不能以臣子自居，但也不能公开称霸。他必须继续维持表面忠良的样子，哪怕所有人都知道朝中真正说话的人已经换了姓。而这个时候，另一个人开始坐不住了。他叫何晏，曾是曹爽旧部，后来靠装怂留了下来，一直在朝中做个闲职。这几年他表面安分，实则一直伺机而动。他自认才学过人，又与不少士族清流门生关系密切，曾和夏侯玄齐名。如今夏侯玄已死，他觉得是时候重新出山了。他不是想复仇，而是想平衡局势，让朝廷不至于彻底沦为司马家的家属院。他开始在私下重组旧网络，串联文官，找皇帝试探，甚至有人劝他，太傅已逝，如今正是时机。何晏心动了，他不是没有政治敏感，只是太高估了自己，也太低估了司马师。司马师其实早知道他不安分，但始终没动他，因为父亲说过，何晏这种人不怕他起事，就怕他沉默。果然，何晏一动，司马师立刻找到了借口。他聚众议政，意图影响朝纲，干扰政令，罪名轻巧得很，却精准到位。于是，洛阳城外一个寒夜，何晏被突然捕入诏狱，审讯不过3日，便被赐死。他的朋友、门生、门客也陆续遭清算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不先锋，不动火，但朝中再次少了一张能发声的嘴。皇帝曹芳看到这一切，终于彻底绝望了。他甚至不再装腔作势，索性每日闭门谢客，连奏章也草草过目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个皇帝已经精神退位了，而真正执政的是那个看起来没什么表情，但做事滴水不漏的司马师。司马懿虽然走了，但他的布局仍然在运转。他没留遗言要篡位，也没留命令要除皇帝，而是留下一整套沉默掌权的模式，不称王，不称帝，不乱来，只是一步步的把所有人都带进他设定好的路径里。真正的掌控不是暴力压制，而是让你觉得这就是正常。而现在，整个朝廷已经把司马师的执政当成了常态，甚至有些年轻官员已经从小在太傅府发号施令的状态中长大，根本没见过真正的皇权。这个国家还姓曹，但骨子里已经开始变了。洛阳初春，皇宫内外依旧是厚重肃静的氛围。司马懿走后已经1年，朝政不但没有一丝动荡，反而更有条理，奏章处理得更快，决策更果断，大臣们也更懂事了。唯一变得更加透明的，就是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事实：现在魏国朝廷的主心骨是司马师，不是皇帝曹芳。而曹芳也终于走到了命运的节点。其实早在司马懿还活着时，宫里就有传闻说这位皇帝不堪大用，朝政荒废，行止失度。司马懿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叮嘱辅佐为上。可司马师继位掌权后，这些话就成了试探与铺垫。当初的忠告，如今就是弹劾的证据。曹芳被架空太久，也开始自暴自弃，每日饮酒，不理政事，对内宫妃子多有失度，传言连夜招乐伎入宫。更严重的是，他开始偷偷培养亲卫，
并尝试恢复部分调兵权力。这消息一出，司马师连神情都没变，只轻轻地翻了一页奏章，说了一句：“皇帝想自己当家了。”皇帝当家，本该天经地义，可在这局面下，这句话就等同自我送死。朝中立刻有人上书，陈列曹芳不修政事，宠幸小人，有失大统之罪，又有众臣联名请太后训诫。司马师没有强逼，只是借这个话题一步步引导朝堂自然形成共识。太后也不是傻子，她知道曹芳已经不是个能保的皇帝，况且如果不配合司马家，那下一个被清算的可能就是他自己。他最终选择妥协，一道废帝诏书在私下拟定，然后由太后劝退皇帝，再由朝臣顺势建议，最后由皇帝自请退位。流程做得无懈可击，全程没有一兵一卒动弹，却比任何一场兵变都来得干脆。曹芳被废那天，没有仪式，没有送别，他穿着常服，被送往洛阳西郊的旧院居住，称中山王，不许离城，不许私会宾客。他没有流血，没有反抗，甚至没有哭，他只是沉默地看着窗外落下的一片雪，说了一句：“原来皇帝也不过如此。”接着，朝廷开始立新皇帝。司马师没有自己称帝，而是精心挑选了另一个姓曹的少年曹髦，年仅14岁，聪慧过人，礼仪周全，最重要的是年纪小，好控制。这一招几乎复制了当年司马懿辅政的模式，扶个听话的皇帝，然后绕过他安排天下。这不是篡权，这是延续。曹髦一登基，朝堂马上恢复常态，百官上表祝贺，地方县里进贡，皇宫重新粉饰一新，一切好像真的换了个新朝气。但所有人都清楚，这个新皇帝只是另一块遮羞布，真正的权力依旧握在司马师手中。甚至有人私下感慨，这天下是司马家的，只是借姓曹的来演个戏罢了。而司马师的掌控力也在这1年内达到了巅峰。他不像他父亲那样喜欢装病藏拙，他更直接，也更果断。地方动荡，派人镇压；官员贪腐，立刻审讯。有人在私下议论朝政，明早就查无此人。他一面维稳，一面收心，同时还继续扶植一批忠于司马家的新官员。朝廷中慢慢形成2个梯队，一是老臣，二是师系。他不是要清洗，而是换血。这种慢刀割肉的方式，比一次性屠戮更让人不寒而栗。你不知道哪天你就不再被需要了，但你更不敢反抗，因为反抗就等于自毁。整个魏国像一台被重新组装过的机器，每个零件看似还在，实际上早已改过型号，换了主人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布置，对付敌对家族，特别是那些曾经支持曹爽或者与皇族关系过深的世家大族，成了司马师心中最大的隐患。他不能明说，也不能强动，只能在调职、外放、征召、编数等看似平常的操作中，逐个拆掉他们的根基。比如钟繇之子钟会，聪明、才气横溢，但又太过骄傲，总爱在公开场合自抬声势。司马师表面赞赏，私下却把他调去西域，挂个镇西将军的空头衔，让他远离朝中权力中心。又比如王粲之后王审，曾一度在皇帝面前风头无两，也被巧妙地升职去管理宗庙，表面体面，实则边缘化。司马师对这些人的态度不是赶尽杀绝，而是削弱影响。他要的不是杀，而是你再也掀不起浪。他不做司马懿那种黑白分明的收割者，
他做的是白中藏灰的织网者，让你以为自己还在棋盘，其实早就成了棋盘底板。此时的魏国表面看还是曹魏，制度还在，官名没变，皇帝还姓曹，但整个结构早已改造完毕，国家的意志、政策的方向、人事的决定皆由司马师决定。他站在那个位置，不用大声说话，也没有什么军队陈列，但只要他一句“这是太傅的意思”，天下便无人不从。从高平陵的一夜到废帝登基，再到如今地不如尘，整个过程没有刀光剑影，却完成了政权实质上的转移。司马懿种下的种子如今已开花结果，而这花正慢慢结出一个全新时代的果实。时间到了公元255年，这一年是司马师走上巅峰的一年，也是他生命骤然中断的一年。就在外界普遍认为司马师会一路稳坐太傅之位，慢慢将权力过渡到司马昭手中，甚至有人在猜他是不是要走到那一步时，突然意外发生了，一起突如其来的叛乱撕开了这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局面。叛乱者是冠秋俭和文钦，一个在朝中声望颇高的将领，一个是镇守淮南的实权大将。两人一文一武，早年都与曹爽关系密切，在高平陵之变后，虽然暂时归顺司马家，但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。他们觉得自己是曹氏正统的遗民，看不惯司马家逐步蚕食大权，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反击。直到这一年，他们收到密报，说司马氏病重，将不久于人世。这则消息像火星落进油桶，直接点燃了他们的野心。他们很快秘密联络，举兵反叛，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，扶正统，实际上就是要趁司马家主将身体不稳，在魏国中枢空虚之时搞一波大洗牌。他们联合的速度非常快，兵力也不弱，尤其是在淮南一带，调动了上万人马，一路朝洛阳逼近。消息传到都城时，朝中上下乱作一团。很多人以为这次司马家要栽了，毕竟司马师确实病得不轻，眼疾严重，常年卧榻，已非战时指挥的状态。他强撑病体，亲自披甲出征，带领中军亲自压阵。他的眼睛已经几近失明，但坐在马车上指挥，依旧冷静得像往常一样。他下令分兵牵制，利用地势把冠秋俭主力拖入狭道，又故意诱使文钦孤军深入，再以伏兵切断后路。一场原本被看成决战定都的大乱，被他3日之内平定。这次战役后来被称作淮南之役，虽然没有写入魏史的最高荣耀里，但在朝中官员的私下评价中，是司马师最硬的一次临场反杀。而这一战也让所有人明白，即使病重，即使老迈，司马家依旧是朝堂第一强者，不容撼动。然而代价也很大，这次出征让司马师的身体彻底崩溃。有人说是因为他连日奔波，积劳成疾，也有人说他在战场上被飞剑惊扰，伤口感染。还有传言更夸张，说是叛军派人潜入军中下毒。无论哪种说法，结局都一样。司马师回到洛阳不久，便病倒在床，数日后死去。他的死来得非常突然，甚至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，这个冷面太傅就已经撒手人寰。他去世那天，洛阳并没有敲钟，没有举哀，连宫门也没降翻，因为实在太快，快到连皇帝都还没来得及追封，司马家就已在悄悄布置后事。而在这之后，一件决定司马家未来几十年命运的事发生了，那就是司马昭登场。比起兄长司马师的沉稳克制，司马昭更像一个上桌了就不肯下来的操盘手。他上位之初没搞仪式，没发诏书，只是简单接替了兄长的职务，
继续维持朝政运转。但没人敢质疑这次继承，因为这时候的司马家已经是根深叶茂，根本不需要名分来加固权威。朝堂上的大臣只用了一个早朝，就完成了忠诚切换。司马师未冷，司马昭已立，他们不需要仪式，他们只认结果。而皇帝曹髦，也就是那个年仅14岁就被扶上皇位的少年皇帝，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：太傅为何不让我亲政？这个问题没有回音，因为所有回音都早已淹没在太傅府的调度之中，没人理他，也没人告诉他，你其实已经没有说话的资格。司马昭继位后，做了几件非常关键的事。首先，他稳定了战后局势，对外宣布叛乱已平，朝纲再立；对内则加强了对地方军权的控制。他把一些原本半独立的将领重新编制，调往更远的边疆，对那些曾经观望、不表态的官员统一进行调整，不是处死，而是劝退，让他们从此不再多话。其次，他开始大幅提拔自家人，不再像司马师那样顾忌名声，而是直接让司马家子弟上位，甚至安排与姻亲家族联姻，构建一个内部紧密的司马利益圈。这一步虽然冒险，但效果立竿见影，整个魏国政权真正变成一个外姓掌权、内廷配合的运行模式。这时，有人开始私下议论，司马家是不是要篡位了？而这句是不是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从高平陵起兵到废帝立新，到平定叛乱再接班，这一路的流程早就把篡位的难度降到最低。现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、用什么方式、谁来做这个事。司马昭没有急，他继承了父亲那句遗训：不要急。他知道魏国还需要一个过渡期，让人们从默认司马家掌权到接受司马家称帝，这中间还需要几步铺垫。而他要做的就是给天下一个必须改姓的理由。于是他转过身，盯上了西边的蜀国。他打算用一场真正的统一战争，让司马家的权力从政治控制升级为军事正统。而这场战争就是他接下来的大棋。如果说司马懿靠的是隐忍，司马师靠的是稳扎稳打，那司马昭就是那个准备翻牌亮底的玩家。他不再掩饰，也不打算继续拖。高平陵之变已过去6年，魏国朝廷所有关键岗位几乎都已由司马家控制。皇帝曹髦仍在位，仍上朝，仍签名盖章。可整个洛阳都知道，他说的话从来不是最后一句。但司马昭很清楚，掌权归掌权，名分还没变。天下归司马的话，虽已流传坊间，却没有写进史书，没被立为国策。若要让这件事彻底做实，必须给天下一个理由。不是我们想，而是不得不。于是他把目光放在了蜀国身上。当时的蜀汉政权早已衰败多年，诸葛亮死后，姜维苦苦支撑，北伐多年，却屡战屡败。刘禅虽贵为帝王，却是出了名的乐不思蜀，整天沉迷享乐。西南局势表面稳定，其实内部早就摇摇欲坠。司马昭知道，只要给一点压力，这座墙就能自己倒。于是他亲自下令征蜀，统帅人选不是别人，正是钟会与邓艾。一个是清谈之士出身，口才出众，才华横溢；一个是老派将军，深谋远虑，作风沉稳。两人一文一武，表面是搭档，其实是相互制衡。这种安排非常司马昭，一边推进战事，一边防止功高震主。出兵的过程比所有人预想的顺利。邓艾
绕小道直入成都，刘禅不战而降，蜀国举国投降。这一仗不仅平定了西南，更在朝堂上掀起一阵声望高潮。百姓称颂太傅有道，官员纷纷上表，应嘉奖有功之臣，甚至有封疆大吏开始暗示，三国一统，理当改朝换代，以为先帝。可是司马昭没有立刻称帝，他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急。他知道战争刚结束，百姓未安，敌国余党尚在，各方还在观望。他要等的是那个让所有人闭嘴的机会，而这个机会竟被皇帝曹髦亲手送上来。曹髦虽然年少，却并非庸主。他从登基第一天起就知道自己是个傀儡。这些年他一直隐忍，但心里憋着一口气。他看着司马家父子一步步掌权，看着自己的诏书一次次被调整，他忍了。但当他听到朝中有人公然喊出应由太傅改国号时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于是他干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，御驾亲征。他要亲自带兵去讨伐司马昭。这件事听起来很像一出戏，可当年确实真实发生了。曹髦在未通知任何人、未征得朝中同意的前提下，偷偷集结了一小队宫廷亲兵，穿上战甲，手执兵符，直奔太傅府门前。他说：“吾不能坐而待亡，愿为社稷一死。”太傅府门前风很大，司马昭不在，正是王门都督程济当值。程济看着那位头戴冕旒的少年皇帝，手里还举着象征大魏权威的宝剑，脸色惨白。他知道挡了就是弑君，不挡就是叛逆。他选择了动手。程济拔剑上前一击，皇帝曹髦被当场刺死，血溅浴袍，倒在太傅府门前。连太傅本人都未曾亲眼见到这一幕。消息传入宫中，全城震动。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就这样死在权臣的门口，历史上几乎前所未有。但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？第二天，洛阳没有动乱，百官如常，早朝街市正常开张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刻起，魏国真的结束了。司马昭做了个非常圆滑的处理，他没有让程济背锅，而是让群臣联名请罪，说皇帝鲁莽出宫，执剑不当，有违祖制，致使宫中卫士误伤。他顺势册立曹奂为新帝，继续保持魏国不亡的假象。但那一日之后，再没有人敢提曹家正统。一位亲自讨伐权臣的皇帝被当场赐死，都无人追责，已经说明一切。司马昭此后政令畅通，权威无碍，不再需要再藏半分锋芒。他可以公开颁布旨意，可以直接任命将帅，甚至可以绕过皇帝安排国策，而这一切没有人敢质疑。可他依然没称帝，因为他知道现在不是他该上桌的时候，他要为他儿子留一步。司马炎。公元265年，距离高平陵之变已经整整16年，天下三分已破，蜀汉灭，东吴也岌岌可危。魏国表面依旧是皇帝曹奂在位，朝政井然，百官奉诏，礼乐如仪。但凡是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一切不过是舞台布景，而坐在舞台后拉线的人早就换了姓。这个人不再是司马懿，也不是司马师，而是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。司马炎这个名字当年还不被人记住，但如今人人知晓。他并不是那种锋芒毕露、才气四溢的少年领袖，反而处处留有余地，说话有分寸，做事不抢功。他没有他爷爷那种藏得住的狠劲，也不像他父亲那样表面脸疯，反倒是温和中带着一丝执拗。
沉默中透着稳重，他的存在感一度被忽略，却偏偏是最合适的继承者。司马昭临终前把政权一分一毫地交给了这个儿子，他很清楚自己终究不能篡位，背上骂名之后再交给下一代太难。而要让这个转变水到渠成，必须让天下人都觉得让司马炎来接不是意外，而是必然。他把这叫做顺势而行。于是他选择了退。司马昭没有选择称帝，而是自封为相国加九锡，进爵为王，几乎拥有了帝王一切待遇，只差一个名号。他让司马炎出现在更多公众场合，让他代批奏章，主持朝会，调兵遣将，逐渐把王之子变成天下共主的模样。与此同时，朝中开始铺垫贤相在上，皇帝不理政的话慢慢传开，地方官员纷纷表态，愿听晋王节制。一些正人君子开始进谏，天命有归，一瞬改号。这一切铺陈，其实和当年曹丕篡汉如出一辙，甚至连奏章上的措辞都一模一样。而真正把一切推到临界点的是曹奂自己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实权，每日批的奏章都已经过了晋王府，自己不过是照着抄一遍。他也知道曹魏的命运早已不是他能掌握的，于是他主动上表禅魏，说德不配位，愿归正于晋。这一幕其实不新鲜，汉献帝当年就是这么让位给曹丕，如今不过是换了个姓，换了个仪式，换了个配乐。但不同的是，这次没有一丝反抗，没有一名大臣上书劝阻，也没有百姓上街叩头。大家太清楚了，这是迟早的事，不如早一点痛快。265年正月，司马炎正式登基，改国号为晋，史称晋武帝。大魏至此灭亡，三国时代正式落幕。那个从高平陵开始布局的故事，终于写到了结局。3000死士，一夜兵变，换来的是16年布局，3代接力，一次无声的帝国交替。这一切没有刀兵征战，没有江山易主的血流成河，有的只是一步步政治算计，一层层权力剥夺，把皇权从一个家族搬到另一个家族的手中，然后让全天下都习惯这种改变。司马炎称帝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追封祖父司马懿为宣帝，立庙祭祀，追谥父亲司马昭为文帝，陪祀宗庙，又将哥哥司马师封为景帝。整个司马家族在朝代更迭中，彻底完成了从辅臣到王者的身份跃迁。世人心知肚明，这种封地封祖的操作是为了洗白篡位之名，也是为了彻底拉下最后一层遮羞布。朝堂上，老臣们一个个下跪叩首，山呼万岁，没人再提曹氏，没人再提高平陵。那段尘封在10几年前的往事，如今变成建国功绩的序章，被写进史书最前页，成为合理合法的由头。而此时的司马炎没有多大的狂喜，他甚至显得有些木然。他知道皇位到手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他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，这座靠心机与布局夺来的天下能不能守得住？他知道自己不是祖父那样的深谋远虑者，也不是父亲那种杀伐果断者。他掌握了权力，但还没摸清帝王之术。而真正的难题不在权位本身，而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未了的账。西边的东吴还在，孙氏政权依旧割据江东，北方的少数民族蠢蠢欲动，边境频爆战事，朝堂中表面服从，暗地里仍旧是门阀、世家、外戚、三股势力明争暗斗。
他虽然是皇帝，却依旧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。而更棘手的是，整个司马家族内部也开始露出裂缝。司马炎虽然即位，可下面的亲戚、侄子、兄弟们却早已各有盘算。晋朝还没稳住，八王之乱的影子就已经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。这正是命运的讽刺。当年曹爽兄弟自恃权高，目中无人，终被司马懿一夜清洗。如今司马家已登基称帝，却又走入同样的困境。换了姓的江山并不能换走人心，新的皇帝也未必真的做得安稳。历史有时候不喜欢创新，而是更愿意循环。司马炎登基之后的前几年，一切看起来都很顺，新朝立了，旧臣服了，天子颁下诏令说与民休息，减税宽刑，百姓也确实松了一口气。朝廷里也装模作样搞了几次大赦，甚至还特地修了一版禁书，替司马家的继位过程洗白润色，仿佛这一切不过是顺理成章的成汉之后。可真正了解政事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新气象，是新问题的开始。因为高平陵那一夜虽然给了司马家一把权力的钥匙，却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后遗症。皇权这个位置，在天下人眼里已经不再神圣。过去无论汉、魏、蜀、吴，哪怕换朝代，皇帝都是天命所归，谁敢动就是谋逆。但从司马懿开始，这个规则被打破了。他用吴兵学除掉了曹爽，接着他儿子废了皇帝，再接着他孙子让皇帝自己禅位。这一步步的非暴力更替看起来稳，实则在潜意识里告诉天下人，皇帝不是不能换的，只要你有手段，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。因为你用手段得到的东西，就得靠更强的手段才能守住。你不再能靠道德、名分或血统来压服人心，只能靠权谋、利益和铁腕。而司马炎偏偏不是个擅长权谋的人，他宽厚、犹豫、心软，不像他父亲那样杀伐决断，也不像他祖父那样擅藏锋芒。他登基之后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放人。过去因为权力斗争而被压制的宗亲、贵族、世家，他都一一释放。不仅如此，还开始分封王侯，打算搞个兄友弟恭、家天下的局面。他想复制周朝那种封王制衡，把各地划给兄弟侄子们当诸侯王。初衷是好的，操作也算周全。他甚至规定，每位王爷不得干涉地方政务，不得私募军队，不得设立属官，所有财政由中央统一拨款，看起来像个安全沙箱。但问题是，这些被封的人可不是 NPC， 他们一个个都知道是司马家的权才换来这皇位的，不是什么祖宗传下来的金印铁券。既然如此，凭什么你做皇帝我就得听命？尤其是像司马攸、司马懿、司马亮这种被封到关键战略位置的人，表面上俯首称臣，背地里都在暗暗布局，开始仰视、结交门阀，甚至还偷偷雇人抄写《左传》，搞起政论研究。更离谱的是，有的王爷根本没把中央当回事，私下宴请地方官员，接见流亡士卒，开仓赈灾，全程不报备不请示，活得比皇帝还自在。更有甚者，开始争抢谁才是真正的嫡系，互相打口水仗，在地方官员里拉选票。这些事司马炎全知道，可他就是不敢动手。他怕一动旧朝覆灭的故事会再次重演，只不过这回主角换成了自己。他试图安抚，用的是软手段。他搞了个诸王集会制，让所有宗王每年都回洛阳述职叙旧。
本意是加强亲族关系，实则是想集中管控。可问题是，你请人回来喝茶，人家一边喝一边观察你朝中哪位大臣最可能投靠，哪位尚书最好操控，这不是感情升温，而是间谍大会。更糟的是，司马炎还放权给女人。他宠幸的皇后杨艳出自门阀大族，杨氏一族早在魏末就根深叶茂，如今借着这层关系开始进军政坛。不仅皇后的弟弟杨继进入中书，连杨艳娘家那边的族亲都被封官加爵，一时间朝中充满了杨家班的身影，这让原本就看不惯外戚干政的老臣极度反感。有人试图上书劝谏，被杨家直接在朝会按才打压。司马炎不想开罪皇后，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也曾试图在两个派系之间找平衡，可哪有什么平衡？朝堂就像一张桌子，你给杨家放了一块肉，其他人就开始抢刀。而与此同时，外部局势也没让他省心。东吴虽残，但根深蒂固。孙皓这个人虽荒唐，却偏偏有一堆能打仗的将领，像陆抗、步阐等人，防线守得滴水不漏。司马炎派出的将领不是没本事，而是上上下下太讲究程序，生怕动一兵就是动天下。这样一来，统一大业一拖再拖，朝中矛盾却日渐白热化。宗室之间争权夺利，外戚与老臣明争暗斗，门阀士族逐步结党。原本被司马懿、司马昭盯死的朝局稳定，如今在司马炎全面放权的操作下开始松动。他做的一切，本质上是在修复那个被谋略赢得的天下。他试图把这个江山从一个权臣手中的铁盒变成诸侯共治的花篮，可是所有人都没忘，这江山原本不是他的，是抢来的。当你用刀子得来的东西放下刀子那一刻，就是别人动手的信号。这正是高平陵之变埋下的根本性裂痕。他打开了一个先例，让以谋夺政合法化，让废帝易位制度化，而接下来的晋朝几十年将在这条裂缝上一点一点往下掉。公元290年，晋武帝司马炎驾崩，年号太熙，终年55岁。朝堂送葬如仪，太常奏乐，百官披麻。外人看去似乎是一个王朝正常更替的节点，实则这一刻真正的大乱才刚刚揭幕。因为继位的是那个从小就被说恐怕成不了大统的儿子司马衷，史称晋惠帝。司马衷从小就有点笨，不是真的弱智，而是性格迟钝，缺乏判断力，不善言语，问话时常常答非所问。最出名的那句何不食肉糜，至今都在笑话书上挂着。可别以为这是段子，当年他看到民间闹饥荒，真的就一脸不解地说了这句。对他来说，世界上好像没有复杂的事，也没有权力斗争，只有今天吃什么。这奏章念完了吗？就是这样一个人忽然成了皇帝，而身边环伺的是一群满脑子算盘、手段毒辣的王公贵族。父亲司马炎死前没留下强有力的摄政安排，只嘱托太子安心当皇帝，还让8位宗王协助政务，本意是希望他们共治天下。可他想得太美，这8王不是来协助的，是来分蛋糕的。这就是史上著名的8王之乱的开端。所谓8王，指的是8位手握兵权、地盘、家族资源的宗室王爷，个个不简单，有的管军，有的掌财，有的通士族，有的控后宫。其中司马亮、司马懿、司马雍、司马伦、司马越、司马囧、司马玮、司马冯，这几位名字看起来像亲戚群，
实际上是权谋战场上的刺客联盟。他们说是辅政，实则人人心里只想一个事：谁来当真正的幕后皇帝？刚开始，他们还客客气气的争吵，抢的是谁更能代表太子意志，谁对先帝最忠诚。但没过几个月，刀就上桌了。司马玮第一个下手，直接用兵诛了太宰杨俊，夺得太后权柄，一时风头无两。但很快他就被另一位王爷反将一军，说他擅杀国臣，又在太后默许下被处决。接下来，每位王爷都来了一轮轮番上演。今天你是辅政，明天我是丞相，昨天你掌兵，今天我收税。你刚诛了我的亲信，我就给你家抄了祖坟。你刚领兵进宫，我明天就带兵去烧你祖庙。整个洛阳变成一个皇族游戏场，没有半点节制，没有底线可言。而这时的皇帝司马衷呢，每天在宫中看花、听曲、睡觉。他不明白为什么早上一个王爷给他请安，晚上就说那人谋逆。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朝堂上每次换人，大家都笑着说为国为民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批的圣旨到底是谁给他写的，他只是糊里糊涂的活着，在无数血腥背后成了最无力的签字机器。八王之乱最大的特征就是内耗，没有一个外敌参与，完全是自家人打自家人，兵戎相见的频率之高，杀亲诛族的程度之狠，势力更替的速度之快，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几乎无出其右。最疯狂时，一个月换了3个辅政，皇帝的御前奏章甚至来不及重新抄写。而真正悲剧的是百姓，八王的争斗不止停留在宫廷，他们各自拉拢州郡，招募兵力，征粮征人，直接把战火烧进了民间。西北战乱，关中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甚至有成片地区无人耕作，荒田变成坟场。百姓不知道谁是敌人，谁是官军，他们只知道只要有兵马经过，家就没了。这就是司马家在高平陵夺权10几年后的后果。当初他们靠着精准收权、干净利落的手段，把权力集中到自家手中。可惜他们忘了，皇位不是股份，不是谁都能分。你靠算计得来的东西，最终也会因为算计崩塌。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3代人苦心经营的政治局面，在短短10年内被这些内斗亲戚毁得一干二净。更糟的是，这场乱战引来了真正的外敌——五胡乱华。就在八王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打成一锅粥的时候，北方的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部落看到中原大乱，纷纷趁机而入。他们以讨伐乱政、清君侧为借口，开始大规模南下。起初只是零星劫掠，后来直接攻城略地，见证称王。中原腹地一夜之间陷入多方混战，而这一切正是从洛阳那场无声的高平陵政变开始堆叠出的骨牌效应。曹爽虽然不是个完人，但至少知道什么是朝纲。曹芳虽然被架空，但还有点皇帝的骨气。可司马家夺权后搞得再漂亮，最终也架不住全家人都想当皇帝。他们得了权，却没立得住规矩；他们建了新朝，却没建出新制度；他们毁了一个家族，却没能守住一个国家。从一夜灭3族，到家族自相残杀；从皇权旁落，到百姓涂炭。晋朝的每一步崩坏都不是突变，而是按部就班。高平陵之变像一颗深埋的种子，在春风得意里扎根，在荣华富贵中成长，最后在权力的温室里疯长，直至撑爆整个国家的地基。而当人们回头想起那场夜半政变时，或许才会发现，那不仅仅是曹家悲剧的起点，
更是司马家自掘坟墓的开始。八王之乱把整个晋朝撕得粉碎，但这还不是终点。当皇族在宫廷中自相残杀，朝廷陷入瘫痪，百姓四处逃难的时候，五胡开始真的入场。原本寄居在北方边境的部落，长期受压，被打压，被征用。如今看到中原门户洞开，朝中无人能定大局，便不再只是试探，而是集结部落，堂而皇之杀进来了。起初是匈奴首领刘渊打着复汉的旗号在山西称帝，自立国号汉，建立前赵政权。然后是鲜卑、羯、羌、氐等各族纷纷崛起，模仿中原制度，建军、设关、扩张。洛阳、长安轮番易主，中原从一个统一王朝的核心，变成了一张四分五裂的乱局地图。这段历史史称五胡乱华，但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胡乱，而是华已乱。五胡只是趁虚而入，把一个已经烂到根里的朝廷直接捅穿。谁都知道，当一个国家的皇帝说话没人听，将军不管士兵，士族互相清洗时，他根本就没有国家能力，只是一堆披着朝服的瓦片。司马家在高平陵夺权那一刻确实赢得了朝政，但他们没想到，权力这种东西只有合理运行时才稳固，一旦它成了谁狠谁赢的游戏规则，就会变成无止境的内耗。他们打破了皇权神圣的规则，却没建立新的制度约束，结果就是人人争皇权，却没人争管国家。而真正让天下彻底绝望的是永嘉之乱。公元311年，匈奴军攻陷洛阳，晋怀帝被俘，宫廷被洗劫，百官死伤殆尽，京师火光3日不息。2年后，长安也被攻破，晋闵帝被俘，中原大地再无完整政权，汉地人口骤减，士族四散，王朝断脉，大批百姓未避战祸，南渡江东，形成了所谓的衣冠南渡。这1年之后，中国历史上进入了极为混乱的16国时期，五胡16个政权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魏晋风骨彻底崩塌。中原大地从曾经的礼乐之邦，变成了一个流血、流民、流政权的灰烬世界。可是，在这么大的历史洪流里，最讽刺的一幕是晋朝还在南边。司马家族的残余在北方沦陷之后一路南逃，最终在建康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，重新立国，史称东晋。这个王朝是司马家拼命保留下的血脉，是从废墟上捡起来的火种，但它再也没有当年高平陵那场大变里的锐气了。东晋皇帝成了名义上的精神领袖，而真正控制国家的是江南门阀士族。他们不是靠打仗起家，而是靠族谱、学问和关系网。司马家的皇权在他们手中变成一个仪式性存在，像个一直点着的蜡烛，照不亮，灭不了，守在那里当个图腾。东晋维持了100多年，看起来勉强延续了晋朝的血脉，但每个读史的人都知道，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朝代，它是高平陵之后的尾音残响。而那些曾在高平陵之变中被处死、被贬、被流放的曹氏后裔，有一部分也在乱世中艰难活了下来。他们没有翻身，也不敢再奢望皇权。有人变卖家产逃入江南当布衣农夫，有人更改姓氏，隐姓埋名，终其一生不提旧姓。三族被灭的刀锋太快，留下的恐惧却能传3代。从一夜兵变、3000死士、皇权易主，到王室自残、五胡入侵、衣冠南渡，整整60年。这段历史像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把所有人卷进来，不论中间，不论胜负。
结局只有一个，粉身碎骨。而漩涡的起点正是那座名叫高平陵的地方。司马懿临终前或许从未想过，他那夜的果断和谋划竟会成为司马家族的原罪起点。他赢得太彻底，以至于后人再也不相信慢慢来能有结果。每个人都想复制他的模式，每个王爷都学他那套装病然后暴起，可他们学到了皮毛，却没有他那副心脏。历史最终证明，夺权可以靠算计，但治国不能靠计谋。你可以一夜之间换掉朝廷，但你换不来百年安稳。你可以靠3000死士掌控天下，却无法靠3万精兵驯服人心。权力可以传承，体系若不重建，再大的王朝也是纸房子，而纸房子一场风就吹散了。晋朝之后，中国迎来了更长时间的分裂和动荡。南北朝、五胡16国、隋唐大一统，一个又一个朝代试图修补那个被高平陵撕裂的国家信仰，但直到数百年后，皇权才重新恢复不能轻动的神圣性。这个教训用的是一个王朝的覆灭，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。而你现在听到的这一切，不过是一个夜晚的开始，一场从不声不响走向不可收拾的悲剧。东晋的宫廷比北方安静得多，安静到有点空洞。没有谁再敢提皇帝该亲政，也没有谁想再造一次高平陵式的逆袭。大家都明白，那种戏码只能演一次，再演就不是权谋，是灭门。洛阳的血和火仍历历在目，而建康这片江南新都的泥土还在发着潮湿的回声。这个时候的司马家就像一座摆在案几上的瓷瓶，看着是皇权的象征，其实早已失去了使用功能。东晋的真正主心骨是那些江南士族王谢、宇氏、桓氏，他们不靠血缘，而靠的是门第、声望、藏书和风骨。他们曾是中原贵胄，在北方乱世中难逃，带来了文化、礼仪、制度和一大批正统士人的传统价值观。靠着他们的文治和政治手腕，东晋在表面上撑起了一副完整的帝国架构，但骨子里这仍是一座架空的王朝。司马家的皇帝们只能依靠这些士族的合作，才能行使哪怕一丁点实权。他们想收兵权，士族说不行；他们想改革户籍，士族冷笑；他们试图自立兴复，士族一句“此人出身寒门”便可否决。皇帝是国的脸面，士族才是身体。于是皇权从主动掌权变成了被允许存在。司马炎那时候或许觉得分封宗亲是维稳之道，结果却把皇权削成了豆腐渣。现在的司马家只剩一个任务，不出乱子。只要皇帝别做傻事，别想掌权，那他就能安安稳稳活完一生。而整个晋朝的格局也从权谋游戏彻底转向了文人互捧。士族之间不打仗，打的是诗集和家谱，不斗兵力，斗的是谁家藏书多，谁的祖先做过尚书令。他们在宫廷之外形成一种文化隔离带，让整个政权看起来文明、稳定、温雅。但只要外敌一逼近，这层礼的表皮就瞬间碎掉。司马家的后代在这样的体制下几乎无从成长，他们不能拉兵，不能建派系，不能结党，甚至连主动处事都可能被认为破坏规矩。他们是皇帝，却连给母亲封号都要和士族协商。他们是君主，却不能决定自己出不出城。他们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主宰，却活得比士大夫还小心。有几位东晋皇帝甚至终其一生都没有发过一次真实的诏书，只是每天签署由门下省草拟的奏章，像是在写仿诵的练习题。
有人形容东晋朝廷像是一座活着的牌位间，皇帝是活的祖宗，士族是掌香的香客，而百姓只是来磕头的旁观者。而江南以外的世界呢，早就沦为战国舞台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建国称帝，互相吞并，军事统治，民族融合，制度互袭，各自都在尝试重建一个更稳定的政权结构。讽刺的是，这些曾被称为蛮夷的政权，反而在试图学汉法、学礼乐、学文治。他们打仗也学治理，他们用武力也用制度，他们尝试建立一种天命逻辑，而不是只靠拳头。反观东晋朝廷，一边大谈清谈玄理、王谢风流，一边对北方的版图几乎弃之不顾。只有个别将领如祖逖、刘琨之类的奋起者，北伐有功，却往往因为出身不够高，被朝中士族打压，甚至逼退。而在这种长期放权的政治真空中，新的力量开始崛起，那就是寒门。当士族牢牢把控上层，阻断流动之后，越来越多出身低微、靠军功崛起的将领被边缘化，他们受尽排挤，积怨极深，却苦于无法进入主政核心。等到机会来临，他们的反扑比任何一次权臣篡政都更猛烈。这股寒门力量最终以刘裕为代表完成爆发。这个出身贫寒、靠军功上位的将领，在一次次平叛、北伐中积累声望，最终在晋安帝名存实亡之际，彻底接管了国家机器。公元420年，他逼迫晋恭帝禅位，自立为帝，建立刘宋王朝，正式宣告晋朝结束。而这一刻距离高平陵之变过去了整整171年。从一夜灭三族到3代称帝，从权谋称雄到家族崩塌，从皇权神圣到人人皆可谋之，从氏族独掌再到寒门翻盘，整整1个多世纪。司马家在权力的巅峰跳了一场盛大的独舞，最终跌回了凡尘。他们赢在一夜的果决，却输在100年的继承。他们用算计得了天下，却没教会下一代怎么治理。他们在最辉煌的时候没有制度化权力，而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搞了亲戚政治。他们留下了地位，却没留下王道。当年被灭三族的曹爽，其实真正失败的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太相信规则。而后来成功的司马懿，却打开了一个无规则胜利的通道，而这个通道最终也吞噬了他们全家。高平陵之变本质上不是一场政变，而是一场制度崩解的序幕。那天夜里，司马懿没有发兵攻城，没有冲进皇宫，更没有流血成河。他只是静静地封了城门，断了通信，带着懿旨诏书，叫曹爽放下兵权，然后用"我们不是反贼"那句话，把整个曹氏连根拔起。手法干净，节奏精准，心理战打到骨子里，成就了一场后世津津乐道的完美夺权。但真正该被记住的，并不是这个故事有多干净漂亮，而是它有多危险。那一夜，司马懿用行动宣布：你不需要天命，不需要百姓支持，不需要军队血战，只要能控制局势，封住消息，写好台词，你就可以改写一个国家的权力走向。他把合法夺权的模板铺在了中原大地上，而这模板一旦出现，就再也无法收回。从那之后，皇权在魏国沦为摆设，曹芳说话没人听，曹髦试图反抗，被当街刺杀，曹奂则干脆自己禅位。司马懿赢了，司马师稳了，司马昭上了，司马炎登了基，然后是皇子傀儡，八王互杀，五胡入侵，
衣冠南渡，王谢谭玄，直到刘裕灭晋，画上一个苍白的句号。司马家用了3代人完成了一场完美的夺权，却没能用5代人守住它。他们留下的不是一段盛世，而是一套只靠操作不讲信仰的权力范式。从此之后，中国皇权的神圣性再难修复，人人心里都明白，皇帝可以不是出自天命，而是出自计划。这才是高平陵之变最深层的后遗症。试想，一个国家当所有人都开始研究如何掌权，而不是如何治理，当所有人都在盘算权术，而不是制度，当你斗赢了，就等于你该当皇帝，那么朝代更替就不再是历史的周期，而变成了习惯性的更新。这一切的源头是那个年老多病的司马懿，他装疯卖傻多年，只为等那一个机会。他不动手，只动脑；他不硬刚，只下套。他靠的是人性最脆弱的部分：骄傲、自信、轻敌、侥幸，让曹爽自以为稳，让朝堂自以为定，然后一击毙命，兵不血刃。从战术角度看，司马懿几乎无懈可击；从战略角度看，他是三国最深的那条线；但从历史角度看，他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那只手。他让我们明白，原来历史并非总靠刀剑改写，也可以靠沉默，靠算计，靠人心。他不是推翻国家的人，他只是转了个方向，却改变了整个方向盘之后的路径。他的胜利来自极致的耐心和极致的清醒，可他可能没有料到，那些在后面模仿他的人只学到了手段，却没学到底线。手段可以复制，底线无法继承。高平陵之后，每一次宫廷风波，每一次费力争斗，都在沿着那条轨道延伸。你可以说是曹爽太笨，是皇帝太软，是士族太强，是五胡太凶，但你也不得不承认，一切的起点是那个看似毫无杀气的夜晚，是那场没有开战却结束战争的安静兵变。而这兵变结束的不只是曹爽的仕途，不只是曹魏的气数，而是一个时代对于权力边界的共识。从那之后，皇权不再神圣，忠臣变成笑话，臣子可以当皇帝，皇帝也可以做囚徒。从那之后，再没有谁真正信服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，他们看的是谁在掌兵，谁在调人，谁在写诏书。从那之后，历史不再讲道理，它讲的是结果。权力不再依靠血统，它依靠布局。而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，不是为了赞美那场智计过人的夺权，也不是为了可怜那个看错了人的皇帝，而是想提醒，任何一次对规则的击穿，都可能换来一时的胜利，也可能是100年的代价。从司马懿诈病起身的那一刻，整个帝国其实已经注定不会走到太平。故事讲完了，屋外或许还有风，也或许正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。我们今晚讲的是一段权力的游戏，从一座陵园边的兵变，讲到100年后的王朝覆灭。一场局，3代人，一个国家。可真正令人唏嘘的，不只是历史如何转折，更是它转了之后再也回不去。也许你现在正躺在床上，脑中还残留着那个老谋深算的太傅形象，或者想着那个喊着我不能坐而待亡的少年皇帝。历史不会给人答案，它只是一遍遍让人重新看见人性重复发生的局和一直绕不开的局限。它教人聪明，也教人沉默。它有时候像一面镜子，有时候像一封未送出的信。但不管他讲了多少复杂的事，在这一刻，
你只需要闭上眼睛，不需要去理解所有的算计，也不必记住每一位王公权臣，你只要记得那个深夜有一位老人披上官服走出门去，改写了整个国家的命运。而此刻，命运不属于你，也不需要你思考，你只需要安静，听着故事慢慢消散，让时间把一切沉下去。今天已经够久够累，现在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梦。